你的横财究竟从哪里来？很多人不知道，你所得到的财富，无论正财还是横财，其实都是你命里本该得到的福报。这句话说出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信，甚至有人会反问：我辛苦买彩票中了奖，那也不算运气，是我本来就该得的。对，就是这个意思。但这里藏着一个更深、更令人不安的真相，一个绝大多数人这辈子都没有认真思考过的事。而这件事，一旦你真正听进去，真正理解了，你对待金钱的方式，恐怕会从这一刻开始彻底不一样。因为这件事的另一面是一条警示线。有人用一生踏踏实实积累财富，到老来心安理得；有人走捷径，动手脚，短时间内钱财如浪潮涌入，以为自己赢了，却不知道那个账单正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安静地积累着利息，等到结算那天到来，往往是一场无法承受的崩塌。佛家常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一分一厘，皆是福报。这句话其实讲的就是因果。你命里有的福报，不用费尽心机，时机一到，它会以各种形式自然而然落入你的生命。你命里没有的，就算你机关算尽，哪怕一时得手，最终也必然以另一种形式加倍偿还。这背后的佛学概念叫做福业相应。他的意思是，一个人在此生所能接收到的财富，跟他过去所积累的善业福德是严格对应的。正财是那种你用诚实劳动、踏实经营、利他服务换来的，它是福报在缓缓平稳的释放，如同一块沃土，每年稳定长出粮食，吃得踏实，睡得安稳。横财呢，看起来像老天突然开眼，实际上不过是一笔陈年存款到期了，那份福报早就种在那里，只是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在这个时刻兑现。杂含经里佛陀讲过这样的意思，财富不是无中生有，它是因缘和合的果实，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没有任何一分钱是真正凭空出现的。这个观点和我们俗世里运气好就是赚到的想法形成了一种根本性的对撞。今天的这期影片，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横财到底从何而来。那些非法取来的不义之财，付出的代价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重得多。另外，我们更会一起学到佛陀教给我们的既能拥有财富，又能增长福报的真正正道。在这之前，我想邀请你在留言区打上这几个字：愿我福报日增，如法得财，惜福护心。不只是一句祈愿，更是一个提醒，提醒你自己，你和财富之间的关系从这一刻起值得被重新想清楚。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个名字，但凡读过那段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和珅。后世对他的评价，有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官员，有说他是最成功的贪官，也有人说他是一个被时代宠坏的聪明人。但很少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去问，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因，结出了什么样的果？他的财富究竟是命里有的，还是他一点一点从别人的口袋里，从国家的府库里，从无数黎民的血汗里生生抢来的？要说清楚这件事儿，得从他的开始说起。和珅，满洲正红旗人，原名善宝，生于乾隆15年，也就是公元1750年。他的父亲是一名武官，官至福建副都统，但和珅3岁那年，母亲生产时难产而死。到了9岁，父亲也撒手人寰。一夜之间，他和弟弟和邻成了2个无依无靠的孩子，留下的只有一栋宅子和父亲那点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的家底。命运给了他一个残酷的开场，但也给了他一个机会，他被选入了咸安宫官学。那是一所专门培养奇人子弟的学校，学问扎实，规矩严格。和珅在那里待了整整10年，
满语、汉语、蒙古语、藏语他都学得颇有心得，诗书礼义也是烂熟于心。这个孩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老师讲过的东西他很少需要反复琢磨，一两遍就能融会贯通。出了咸安宫之后，他先承袭了父亲的3等轻车都尉世职，几番辗转，在乾隆37年进宫，做了一名3等侍卫，负责跟随皇驾守护宫门。地位说起来好听，实际上不过是个领着固定俸禄在皇帝身边打转的年轻武官。那年他22岁，前途说不上光明，也说不上暗淡，转折往往来得没有预兆。乾隆40年，一次偶然的随驾出行，改写了他的整个人生。那天，皇帝的仪仗队伍走在路上，恰逢有要犯脱逃的奏报传来，乾隆心生愠怒，随口念了一句《论语》里的话：“虎兕出于匣，归欲毁于毒中。”是谁之过语？这是在责问跟随的官员。出了差错，是谁的责任？话音刚落，场面一时静默，周围的侍从大气不敢出，没人知道该如何应对，更没人敢轻易开口。和珅站在队伍里不慌不忙地开口，接了话头：“点首者不得辞其责。”他精准接住了核心注解，把皇帝隐藏在问句里的意思不卑不亢地接住，点明既说清了责任归属，又没有半分逾矩，更没让皇帝难堪。乾隆抬起眼来打量了他一下，问了他的名字。就是这一刻，让乾隆记住了这个叫和珅的年轻侍卫。那以后，和珅的升迁速度快得令人瞠目结舌。乾隆40年闰10月，他迁前清门侍卫；11月便官升御前侍卫。乾隆41年正月，授户部右侍郎；3月入职军机处；4月兼内务府总管。1年之内连月数级。到乾隆45年，他已是身兼户部尚书、理藩院尚书。此前更早已手握步军统领的权柄，头衔一个接一个落在他身上。最鼎盛的时候，他一个人同时兼任了20多个官职。皇帝对他的信任到了一种让朝野上下都感到震惊的程度。军机处的要务要经过他，各省督府的奏折要经过他，就连皇帝的司库都由他一手打理。钱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往他那里流。一开始他用的是那套最古老也最隐蔽的手段，各地官员凡有所求，无不先打点过他；凡有工程开销，必有一笔漏规悄悄流进他的账。他自己主导的大型工程，比如热河避暑山庄的修缮扩建，层层剥皮，每一到手都要留下油水。盐政、税务、漕运，每一个油水丰厚的衙门，他都安插了自己的人。那些人不是他的眼线，就是他分红的通道，但他做得极其聪明。他从不粗暴地伸手要钱，而是营造一套看起来人情往来、彼此体面的关系网。下属给他送礼，他笑纳也回礼；他收了好处，也帮人办事，办得妥妥当当，让人觉得值得。他把腐败做成了一门艺术，把贪污变成了一套让所有人都能从中得到好处的系统。只要你愿意加入这个游戏，大家有钱一起赚。乾隆51年，他已经富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程度。他在北京的宅邸便是后来名满天下的恭王府前身，是一座规模庞大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群，园林、楼台、假山、戏台应有尽有。甚至有人说，那座宅子里的雕梁画栋比紫禁城还要精细。他的司库里有多少钱，连他自己都未必数得清楚。后世民间估算，在他倒台之前，他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最高相当于清朝国库10余年的总收入，整整10余年的国家收入握在一个人手里。这笔钱是怎么来的？他当然有合法的俸禄恩赏，但那些加在一起，连这个数字的零头都够不成。剩下的那些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无数百姓缴的税里扒出来的，是从国家修河防洪的公款里截留的，是从边疆将士的军饷里拨走的，是从那些为了保住乌纱帽而不得不送来的官员钱袋里拿走的。每一分都有它的来处，每一分都沾着别人的血汗，都是一笔负债。乾隆皇帝晚年在位时间太长，眼力精力都大不如前，对和珅的依赖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他知道和珅在捞钱，也知道朝野对此议论纷纷，但他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很复杂，有人说是因为他老了懒得管，有人说是因为和珅太能干离不开，也有人说那两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默契，一种年老皇帝和聪明宠臣之间复杂到旁人难以置喙的情感连结。不管什么原因，乾隆的庇护让和珅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永久的保护伞，他活得越来越放肆，胃口越来越大，从未想过这一切又停下来的那一天。可是时间从不偏袒任何人。嘉庆4年，公元1799年的正月初3，太上皇乾隆在养心殿驾崩，享年89岁。那一刻，和珅站在殿外，听到里面传出的哭声，他当知道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他甚至已经开始悄悄安排后路，试图在嘉庆皇帝那里重新建立关系，但一切都太晚了。嘉庆皇帝对和珅早已恨之入骨。在乾隆还活着的那段日子里，他身为太子，后来又以4皇帝的身份在位，却几乎所有决策都要受和珅牵制，所有奏折都要先经过那双眼睛。他憋了多少年，他等了多少年，只有他自己知道。乾隆驾崩后第5天，仅仅5天，嘉庆皇帝就下旨将和珅革职下狱。朝野上下屏住呼吸，看着那个横行了20年的权臣，在一道圣旨之下轰然倒地。随后抄家开始了。那场抄家震惊了整个大清朝廷，甚至震惊了后来的历史学家。和珅的家产清单洋洋洒洒，列出了数百条，现银、金锭、珠宝、古玩、田庄、当铺、房产堆在一起，数字大到让人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官方档案记载，光是他夹墙里藏的赤金就有26000余两，司库里的黄金有6000余两，地窖中埋藏的白银多达300余万两，上等朝珠就有数百串，还有一颗大东珠，品相之好，宫里都难得一见。那时候民间流传一句话：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句话当然是一句调侃，但它背后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数字。民间流传的估算中，和珅一人的家产最高相当于当时清朝10余年的国库总收入，一个人攥着整个国家10几年都花不完的财富。嘉庆皇帝给他列了20条大罪，从私蓄余制到结党营私到欺君罔上，条条都是重罪。原本朝中有人建议凌迟处死，以儆效尤，但嘉庆皇帝念及他服侍先帝多年，最终赐了他一个体面的死法，在狱中自尽。和珅入狱的那几天，留下了一首流传至今的绝笔诗：50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日水泛寒龙日，任取香烟是后身。他说50年不过一场梦幻，那双攥过无数金银的手就这样在一根白绫前松开了。公元1799年2月22日，和珅在狱中自尽。他死的时候49岁。那些金山银山，那些田庄当铺，那些珠宝古玩全部收归国有，他带走的什么都没有，连那座华美绝伦的宅子也在他死后被拆分赐出。多少年他经营那个庞大的贪腐帝国，以为自己掌控了一切。多少年他以为钱可以买来安全感，买来永久的庇护，但他不知道的是，
或者说他知道却不愿意相信的是，那一笔笔非法得来的财富不是在他的账户里不断积累，而是在另一本账本上一笔一笔地记下了欠债，记下了利息，记下了偿还的时间。那本账本从来不会丢失，从来不会被任何人销毁。它的名字叫做业力。看完和珅的故事，很多人的第一个念头可能是他太贪了才会这样。我不一样，我只是偶尔走走捷径，不会到那个程度。这个念头本身就是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核心所在。佛学里有一个字叫痴，它是贪、嗔、痴三毒之一，也是三毒里最根本的那一个。痴不是指愚蠢，而是指对事物真实面目的无知，包括对因果法则的无知，对自身行为后果的无知，对我以为侥幸，其实早有定数这件事的无知。和珅有没有智慧？当然有，他能在瞬间接住皇帝一句话，能同时管理20几个官职，能把腐败运作得如鱼得水。但这些都是世俗层面的聪明，和他对于因果、对于福报、对于业力运作的深层无知毫无关系。福业相应这4个字真正的含义不是简单的善有善报，它指的是一种因果对应关系。你过去所积累的福业决定了你此生能接收到的财富总量，以及财富流入你生命的方式和时机。无论那笔财富以哪种面目出现，它的本质都是已经种下的种子在结果。正财是种子在阳光充足的土地里自然而然抽芽结穗，横财是那粒种子掉进了一块肥沃的土里，猛然间长势喜人，果实丰硕，但它仍然是同一粒种子，不是无中生有的奇迹。那非法取财呢？那是什么？杂阿含经里有一段佛陀的教示，大意是以不善法得来的财物不能使人真正富足，只会让人内心动荡，与苦相伴。这里的不善法涵盖了一切不属于自己福报范围内以欺骗或强取手段得来的财富。为什么说是动荡？为什么说与苦相伴？因为非法取财本质上是一种错位，那笔财富不在你这一世的福报账户里，你强行把它取走，等于在透支一个根本不属于你的账户，同时在自己的业力账本上留下了一笔清清楚楚的恶业负债。法句经里说，恶业未熟，余以为蜜，恶业既熟，余受其苦。意思是恶业没有成熟之前，做了坏事的人会以为甜头在手，心满意足。等到恶业的果实熟透了，苦楚就来了，而且来得猛，来得完整，一分都不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以为自己走了捷径，以为比别人多赚了一笔，以为那笔钱到手就是到手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不是终点，而是开始。业力的精算从来不急，它有的是时间。现在我们来一层一层把非法取财的真实代价掰开来说清楚。第一层是福报透支。印顺法师有一句开示，简洁但令人久久回味。福报如存款，非法取财是透支，恶业是利息，终要加倍偿还。这个比喻精准到让人起鸡皮疙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福报账户，那里存着你过去世和今生通过善业积累起来的福德资粮。正常情况下，你通过正当劳动获取财富，是在账户里正常提款；你行善布施，是在账户里继续存钱，账户健康，财富来得安稳，生活顺遂。但如果你用非法手段抢先拿走了一笔不属于你这辈子福报范围内的财富，那就是在透支。透支的不是银行账户，而是你的命运资粮。最可怕的是，这种透支不是1比1偿还，而是要加上恶业利息一并还清。那笔利息就是你所造的贪嗔痴的恶业。透支之后会发生什么？账户见底，原本属于你的福报
提前花完了，后续的生命里会以各种形式呈现出匮乏，财来财去，攥不住，事业突然跌落，身边的人离散，本该顺遂的事儿一件接一件卡住。有些人不明白，觉得倒霉是天意，却不知道那是透支之后的必然结算。第二层是恶业种子，现世即皆花报。佛学里有一个概念叫花报，区别于果报。果报是究竟成熟的业力结果，花报是在果报完全成熟之前先行显现的征兆。非法取财这件事，现世的花报往往来得很快很现实，甚至不需要等到下一辈子。增一阿含经里记载，佛陀描述了不予取所带来的现世报应，包括心常惶恐不安，日夜难以宁静，所交之人难以信任，相互猜忌，财富得而复失，来得快去得也快，官司诉讼牢狱之苦随之而来，身体的疾患不请自来，亲近之人渐渐疏离背叛。你注意没有，这几种现实花报，每一种都是一种内在的消耗，最先被吃掉的不是钱，而是安全感、信任感、身心的健康。那种赢了的感觉往往维持不了多久，就开始被一种说不清楚的惶恐所取代，越来越需要用更多的钱、更多的权、更多的控制去填补那个越来越大的空洞。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腐败的人往往越贪越恐惧，越恐惧越贪，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那个空洞，用非法之财根本填不满。第三层是来世果报，三恶道的业力逻辑。这一层很多现代人觉得遥远，觉得下辈子的事儿谁说得准。但佛法的角度并不是要你害怕地狱来恐吓你，而是帮你看清楚，一个长期以贪心、以不正当手段驱动自己的人，他的心性在这一辈子里就已经在向一个特定的方向走了。大制度论里说，道行者以贪心造业，心与贪俱，临终时心意所牵，难以向善处流。佛法里的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惩罚场所，而是描述一种极度扭曲的心灵状态，以及与之对应的存在形式。长期以贪念、欺骗、强取为主要行为模式的人，他的心会越来越向那个方向靠拢，直到这一期生命结束，那个方向就成了他下一期生命的起点。如果侥幸再得人身，增一阿含经里也讲到了，来世的果报包括生于贫困，所求不得，时常遭受欺骗和剥夺，付出不得回报，努力屡屡落空。这是因为他在上一世种下的恶业种子，在这一世继续结果。这个逻辑不是惩罚，是因果的精密。你种什么收什么，精确到让人无处可逃。第四层是污染心性，最深、最隐秘，也最致命的代价。大制度论里还有一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惯于盗取之人，心常怀恐惧，如临深渊，夜不安枕，一生不得宁日。这不是在描述法律的追究，而是在描述一种心灵状态。一旦贪念在心里扎根，它就开始侵蚀一个人最核心的东西，他的判断力，他的智慧，他辨别是非的能力。佛学里把这个过程形容为污染，就好像一杯清水滴进一滴墨，起初看起来不明显，但那滴墨会扩散，会渗透，最终让整杯水都变色。贪念也是这样，第一次动了非分之财的念头，你可能还有挣扎，还有不安。第二次挣扎少了一点，第三次你开始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到了第10次，你已经完全不觉得那是一件需要反省的事儿了。心性一旦被污染到这种程度，福报的大门实际上就已经悄悄关上了。因为福报的流动需要一颗开放的、善意的、与福相应的心。
当一颗心整日算计、防范、恐惧、贪夺，它已经把自己的频率调到了和福报完全相反的方向。钱或许还会来，但来了也会去，留不住，守不住，甚至毁在自己手里。这就是福尽祸至、人财两空的真实面目。讲了这么多的危害，有人可能会问，那佛教到底允不允许我们追求财富？答案是完全允许。佛陀从来不是一个反对财富的老师，他在很多经典里明确赞叹过那些通过正当方式积累财富并能善用财富的人。善生经里，佛陀详细讲述了一个在家居士应该如何合理治理财富，如何分配，如何积累，讲得非常具体，非常现实。但佛陀非常清楚地划了一条线，叫做如法赎财，如法使用，如法守护，如法分享。正命是佛教八正道之一，它的意思是用一种与真理相应、不伤害他人、不欺骗、不强取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计。正命求财不仅仅是在法律意义上的合法，还包括动机的纯净。你追求财富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是为了有能力行善布施，是为了让自己的生命更稳固，而不是单纯为了满足无边的欲望，或是压过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个区别在佛法里至关重要。同样的行为，动机不同，所造的业也完全不同。一个人卖力工作，是为了让父母安心，让孩子有学上，那种劳动带着布施的心，带着责任的心，他所积累的不只是钱财，还是福业。另一个人同样努力赚钱，但心里是满满的嫉妒，是一定要比那个人更有钱的执念。那种劳动哪怕方式合法，内心所造的业也已经染上了毒素。知足是如法求财之后最重要的心态。知足不是叫你满足于贫穷，不是叫你不再努力。知足是一种对我真正需要什么的清醒认识，它是一种能力。当你清楚地知道财富是福报的果实，不是你争抢来的战利品，你就自然地不会在乎那些不属于你的部分。很多人的贪念其实来自一种根深蒂固的匮乏感，那种感觉告诉你，你不够，你永远不够，你需要更多。但这种感觉和你实际上有多少钱往往没有正比的关系。有人身家亿万，每天活在不够的恐惧里；有人平淡度日，心里踏实，觉得什么都够了。后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活出了知足的智慧。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匮乏感的根源是对财富是福报这件事的不信任。你不信，所以你抓，你越抓，福报越难进来，福报越少，匮乏感越深。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而打破这个循环的方法，恰恰是放松那双手，让财富以它该来的方式自然流入你的生命。惜福是另一个关键。佛法里有一句话说，财富是五家共有，水、火、盗、贼、官府、败家子，任何一家都可能把你的财富带走。这句话不是在恐吓你，而是在提醒你，财富本来就是无常的，不属于任何人，只是暂时在你这里流过。既然如此，与其紧抱着不放，不如在它流过你手的时候，用它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惜福意味着不浪费，不轻贱，不炫耀，用心对待自己所拥有的，这本身就是在对福报表达一种尊重和珍视。而这种尊重反过来会让更多的福报愿意流向你。布施是最后一个关键，也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很多人觉得布施就是把钱给出去，那不是越布施越穷吗？这正好是常见的误解。佛法里的布施不是捐钱，它是一种心灵训练。当你布施，你在告诉自己的心，我有足够的，多到可以分享。
这个信念一旦真正落在心里，它就开始改变你和财富之间的关系。布施所积累的不是减少，而是功德。功德和福报虽然不是同一件事，但它们同向运作。功德能够把福报转化为更深厚、更持久、更不容易被侵蚀的资粮。增一阿含经里，佛陀多次告诉弟子，真正的布施所得的回报不是简单的给多少得多少，而是以复利的方式在三世之间流动积累。那么日常生活里有哪些行为是最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耗损福报的？第一是贪小便宜。这件事说起来不大，但它背后的心态是和如法求财完全相反的方向。每一次贪小便宜都是在告诉自己的心，我可以不劳而获，我可以占别人的便宜。长期如此，这颗心的频率就越来越难和福报对齐。第二是轻贱劳动所得，挥霍无度。很多人辛苦赚来的钱，转手就大把花在毫无意义的攀比和炫耀上，那不是在享受财富，那是在加速消耗福报。第三是抱怨和嫉妒。当你看见别人得到好处，心里升起嫉妒；当你遭遇挫折，习惯性的抱怨和抗拒。这两种心态是最直接的耗福机器，它在你的内心不断运转，将你的福业资粮悄悄燃耗。第四是欺骗，哪怕是小小的欺骗，在商业往来中故意报虚假，在人际关系里惯用谎言，对自己的内心说谎，每一次欺骗都在你的业力账本上留下印记。第五是对善缘漠然。当布施的机会来了，当帮助别人的机会来了，当随喜他人成功的机会来了，你选择视而不见，那是福报经过你面前被你自己关上了门。改变从一个思维框架的转换开始，不是我要赚更多钱，而是我要让福报自然流动。不是这笔钱我不拿白不拿，而是这笔钱不在我的福报范围内，我不碰。不是我给出去就少了，而是我让出去，我就打开了一个更大的通道。这些不是口号，而是一种需要在日常里一点一点练习的真实功夫。每天做一个小的选择，选择不贪，选择诚实，选择分享，选择对他人的好运由衷感到高兴。就是在这些细微的地方，一个人和财富之间的关系在悄悄改变。回到和珅，他一生聪明绝顶，也一生活得提心吊胆。他拥有过难以想象的财富，但他从未真正安稳地睡过一觉。那些金山银山，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用自己的余生，乃至他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安宁换来的幻象。他以为自己是赢家，但在业力的视角里，他只是一个提前花光了所有资粮，还倒欠了一大笔利息的人。最后一刻，那首诗里他说50年来梦幻真。梦幻，他用的是梦幻这个词。也许在那一刻，他终于看清楚了，那一切不过是一场幻象。那些黄金，那些权力，那些他以为稳稳握在手里的东西，原来从来就没有真正属于过他。而我们普通人每天在生活里做出的那些选择，要不要这一笔不明不白的好处？要不要走这条看起来更快的捷径？要不要对这个可以帮助的人伸出手？那些选择都在悄悄地一笔一笔记在我们的业力账本上。没有人在监视你，但有一套精密的运作在忠实地记录着一切。佛法不是在恐吓我们，它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因果的精密意味着你此刻所做的每一个善的选择都不会白费。每一次如法求财，每一次知足不贪，每一次诚实布施，都是在你的福报账户里存入一笔真实的资粮。而那笔资粮不会凭空消失，只会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到你的生命里。那么我想最后问你一句话，今天
在你生命里，有没有哪一个地方，你正握着一笔你自己内心深处知道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用回答我，但请你认真地问自己，那个答案才是决定你明天财富的真正的起点。如果今天这支影片对你有一点点的触动和启发，欢迎你按下喜欢，点个热推，把它分享给你在乎的人。也可以在留言区说说你对福报与财富这件事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感受。如果你愿意支持我的频道继续制作有深度的内容，也欢迎你随喜订阅布施，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鼓励。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